世界上第一艘配备全自动电子战系统的马林号无人艇已正式入役土耳其海军，同时入役的还有首艘国产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和2艘补给舰。今后在电子对抗领域，土耳其海军将显著提高在海洋战场的制信息权、制电磁权，优先获得先敌发现、先敌开火等优势。本期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世界首艘电子战无人艇的优势和作用。无人艇想必大家通过乌军在黑海的作战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是一种具有一定自主能力，可在无人情况下自主航行，并完成一定作战与作业任务的水面平台武器，具有成本低廉、行动隐蔽、机动灵活等特点，曾造成俄黑海舰队多艘舰艇受损，或是造成刻赤大桥交通中断等等。而现在土耳其成功将其与电子战技术结合，诞生的马林电子战无人艇将在海上情报监察侦察、水面信息攻防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世界上第一艘全自动电子战无人艇马林号是在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协调下，由阿瑟桑公司和赛芬船厂联合研制。据资料显示，其全长约15米，最大航程400海里，可不间断航行24小时，最高时速36节，能作为海上平台参与到军事和侦察行动。在武器方面，马林号配有一座 12.7 毫米机枪遥控武器站，并可根据任务需要搭载导弹或鱼雷，从而执行反潜、反舰打击任务。2023年5月就曾首次成功试射库兹贡中程导弹。在电子战方面，虽然透露信息不多，但据介绍，其配备有雷达、卫星导航以及可调整探测频率和自动处理信息的声纳系统，可开展海上军事侦察、监控，并压制干扰通信设备和各种无线电信号。与武器系统结合，将实现察打一体化攻击，既可自主行动进行长期目标警戒，也可由伴随舰队行动，在远海作战中提供电子和反舰反潜防护。土耳其国防部甚至对外宣称，马林号是世界上第一艘具备全面电子战能力的无人水面舰艇，其可能也是土耳其迄今研制的功能最强大的无人水面舰艇。据悉，该无人艇将参加9月在葡萄牙举行的北约演习。那么，电子战无人舰艇究竟有哪些优势作用呢？电子对抗的实质就是争夺制电磁权，如何在当今复杂电磁环境及密集杂波多目标的背景下保证制电磁权、掌握制信息权是一个难题。谁掌握了它们，就相当于掌握了战场的控制权。而土耳其的马林电子战无人艇在争夺海上这些权柄时能起到关键作用。其一是最基本的侦察作用。受制于地球曲率，海基侦察平台的侦察范围有限，基本都在视距之内，而这时电子战无人艇就可以作为舰载侦察平台，对目标实施抵近侦察，然后通过舰载通信系统如卫星、数据链等等，与母舰获得联系，实现数据共享，甚至可由多艘电子战无人艇组成集群，形成区域覆盖，并与天基、空中、水面有人、无人平台各类侦察系统共同形成联合立体监视网，从而扩大舰队的态势感知能力，使其能及时发现威胁，为作战提供信息支援。其二是抵近的电子战无人艇可对目标实施干扰，其抵近干扰模式可是对高速跳频电台有着致命干扰效果的，能有效降低跳频电台所具有的传输时延优势。而在针对敌军机载 SAR 反潜探测雷达、光学成像侦察以及水面岸基雷达监视、水下侦听网等威胁时，电子战无人艇集群可通过电磁干扰、假目标欺骗、烟幕遮蔽、水声对抗等多种手段反制敌方侦察，为舰队提供防护。在针对敌军信号情报、电子情报侦察的监视窥伺时，电子战无人艇集群则可以在特定区域频段形成强力干扰，阻止其窥探，也可逼真模拟各类舰艇的电磁辐射行为，生成虚假舰队，上演真假美猴王的戏码，以此迷惑扰乱对方。而且电子战无人艇将电子干扰功能从母舰分离，不仅降低了对己方水面舰艇的雷达、通信、导航等电子设备的自扰，
还由于电子战无人艇的抵近侦察、信号强度的增大，对设备的灵敏度要求就会有所降低，制造成本就会有多下降。在作战时，若是碰到敌军导弹打击己方航母等高价值目标，电子战无人艇集群是可以实施伴随保护的，其可以采用微波射频和光电对抗等技术手段，结合交叉闪烁、平台机动等战术，来对来袭导弹进行干扰或诱骗，从而降低来袭导弹的命中率和毁伤效果。即便是兴起的无人机蜂群饱和攻击，也能实施有效的电磁反制，整个舰队的防护能力会有一个卓越的提升。总之，有了电子战无人艇的加入，海军将具有长时间侦察干扰能力，能够解决当前海上电子对抗作战持久力差的难题。甚至随着电池技术发展，各类太阳能电池或新型电池的研发，不仅续航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自身电磁辐射也将降低，提高隐身能力，从而更有优势获得海上战场制电磁权。那如此重要的海上平台，美国的进展如何呢？美国拥有世界第一海军，自然十分重视海上无人作战技术的发展，这电子战无人艇只是其中一项。据悉，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战术电子战分部曾研发了一款可用于水面舰艇防御的先进电子战攻击技术，其适用于无人艇搭载，可配合前海战舰进行联合作战，曾集成到了 HSUSSV 上进行过试验，其作用与土耳其海军的马林号如出一辙。不过，相对于电子战无人艇的研制，美国海军更想打造无人水面舰队，也就是幽灵舰队。美国 SCO 启动的幽灵舰队项目，就是想打造一支由10艘大型无人水面舰组成的无人舰队。从公布的信息来看，美军的幽灵舰队就如同一个个移动的雷达加导弹，不但可以提前发现目标，执行第一波拦截任务，还可以通知后方进行准备。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这支幽灵舰队是能执行电子战、情报、反潜、对峙，甚至是能独立动态作战和反高超声速武器的存在。目前，幽灵舰队已有流浪者号和游骑兵号两大型无人水面舰，且已在向实战化方向发展。如2021年12月，游骑兵号大型无人水面艇成功试射了标准6导弹。此外，为了增加无人水面艇航程，提高美国海军舰队的持续作战能力，达帕还提出了海上列车计划和无人值守舰船，以确保美国海军无人水面舰艇保持10年以上的领先优势。其无人舰队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应是朝着实战化、集群化、长巡航层面发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火力军频道里搜幽灵舰队，有单独的视频介绍。至于为什么要打造无人艇舰队，一是因为按照美军的设想，未来中型无人艇舰队将成为海上作战核心，搭载各类传感器，探测空中水下目标；大型无人水面艇则加装大型固体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导弹发射装置，执行反潜、反舰等火力打击任务。这也许会催生出新的海上作战模式，从而掌握制海权。目前，美国海军已具备初始作战能力。二来是想通过打造无人舰队快速实现扩充舰队规模，从而达成分布式海上作战等目标。2022年12月，美国公布的30年造舰计划中就提出，到本世纪30年代要扩充舰队规模至355艘。可在当前舰艇运营维护成本增长和美国防预算收紧的背景下，实在难以实现。而无人水面艇作战效能不错，建造周期短，最关键的是制造和运营成本低，非常适合快速部队舰队规模，也切合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虽然美军目前的无人水面艇只是初具作战能力，但随着无人水面艇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其作战能力与行动灵活性将进一步提升，届时将更有力地落实分布式海上作战目标。回到土耳其海军，与马林号一同入役的还有土耳其首艘国产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和2艘补给舰。如今的土耳其军舰规模，截至2023年拥有各类舰艇150艘，其中包括1艘航母阿纳多卢号2栖攻击舰、16艘巡防舰、9艘护卫舰、12艘潜艇、各型导弹快艇、巡逻艇、扫雷艇、登陆舰和辅助舰艇。在过去，土耳其海军最先进的军舰是从德国引入的梅科200TN 型护卫舰和二手的美国佩里级护卫舰。
后来，随着造船水平提升，土耳其有意改变武器长期进口的尴尬局面，于是，在2007年启动了国家造舰计划。其计划大致分为3步，分批建造12艘水面舰艇，每批次4艘，并要求舰型具有通用性，尽可能实现逐步发展和跨越式的升级，最终要覆盖从轻型反潜巡逻舰、中型护卫舰到大型防空舰的目标。而此次服役的伊斯坦布尔号便是该计划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的首舰，另外3艘同级舰艇正在建设。计划中的第2批次4艘该级舰也得到了批准，主要用于取代老旧的亚维兹级巡防舰。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由岛级护卫舰改进而来，与之相比，其燃油容量和作战航程增加了约 50% 左右，其长 113.2 米，满载排水量3100吨，柴燃联合推进，最大航速29节，最大续航5700海里，配备有2组8连装国产垂发系统 Midlas，能够搭载和发射多种舰空导弹，4组4连装反舰导弹发射器，可装备16枚雀鹰反舰导弹，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轻型反潜鱼雷，如 Mk46 型、Mk50 型等。据土耳其军工企业消息称，伊斯坦布尔号的国产化率已达 80%， 是土耳其目前国产化率最高的舰艇。它还被该级舰的 STM 工程公司首席执行官称赞是全球5大现代化护卫舰之一。至于新服役的2艘补给舰，分别命名为德亚号和 Arif Akmech 号。其中，德亚号作为战斗支援舰，其吨位仅次于阿纳多罗号2栖攻击舰，是土耳其海军目前吨位第2大的舰艇，排水量可达 2.6 万吨，可装载1万吨燃油、750吨淡水和270立方米货物。在作战时能为作战部队提供必要的补给支持，有助于提高舰队的作战效率。而且为了保证补给顺利和快速，德亚号补给舰装备了2台柴油机和1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 LM2500 燃气轮机，其航速可达24节。在武器装备方面，它还配备有近防系统和25毫米机炮各2套，拥有1个直升机起降平台和2个直升机机库，可实施伴随补给和直升机补给。阿米克奇号作为土耳其海军后勤支援船项目的第2艘，也是最后一艘补给舰，排水量8477吨，最高航速 12.5 节，在具有强大运载能力的同时，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医疗设施，能够在需要时通过直升机起降平台为其他船只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和后方加油服务，还能够为作战人员提供所需要的燃料、淡水和食品。总之，这4艘新舰艇的服役不仅增强了土耳其海军的舰队实力，也是土耳其国防工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其目的就是加强在地中海的实力。按照埃尔多安的话，就是土耳其将致力于为土耳其海军开发多样化的作战平台，包括无人舰艇、潜艇和航空母舰。不过，火力军也从一些报道中看到，这4艘新服役舰艇的多项关键技术和设备仍需要依赖国外采购，可见土耳其国防工业在独立研发方面的局限性。但不得不说，土耳其成为首个服役电子战无人艇的国家，其已迈出了第1步，后续只需持续发展，成就还是非常可观的。好了，关于这世界首艘电子战无人艇，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